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6缸喷油盘，从新北市来的铁灰色 W126的300 SEL 的6缸喷油盘的故障检测。这颗喷油盘的编号是26539。首先大哥已经发现它这地方是进油这地方是出油进油这个地方它有个滤芯，它已经完全堵死了，大哥已经把它换下来了，换掉了我们来做一个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首先我们看到上油室的压力是5.65标准，下油室压力是4.0升，这个就不正常了，因为上下油室的压力差大概在0.4 kg/cm 平方之间，那它的压力差这么大那应该就是这个差压阀这边出了问题。无论如何，我们来做个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那这条棒子是175ml在大哥机台上面，这个喷油盘它的出油量1分钟的全油门应该在170ml左右，也就是说在这条棒子的下面一点点。OK， 大哥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因为这个喷油盘这部车子它已经停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所以说它最主要的问题首先我们看到它是进油口的滤芯完全堵死。第二个我们看到它的这个压力差这个压力差应该维持在 0.4 左右，它经过微调。上油是 5.50， 下油是4.0， 差了 1.5。这个很明显，这上下油室压力差太大了。这个是差压阀所造成的。无论如何，我们先来看它1分钟全油门大概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因为这个喷油盘在车上是一定发不动了。第一个，它这个进油的滤芯它已经堵死了。那大哥把它换掉之后呢，才有办法出油。我们来看到第一缸在180左右，第二缸大概在150， 180、150，第三缸185，第四缸185，第五缸175，第六缸170。这很明显的高低不齐。无论如何，这个喷油盘是小油道为堵塞那大油道呢进来的滤芯进流的滤芯也堵住了。那再来就是它小油道也堵塞这个等大哥检修过之后，我们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这颗从新北市来的 W126 300 SEL 的6缸喷油盘编号26539大哥已经整修完成。那在整修之前它这个进油滤芯这个地方滤芯严重卡死，所以大哥就直接把它换掉了，因为那个清也清不出来。那我们也看到它的维修之前的测试，它每一缸出油量都不齐，这小油道堵塞，再加上它的上油室、下油室的压力误差太大了，因为上下油室压力
的压力差大概在0.4 kg/cm 平方之间，那它的下游式压力电压油压非常低，代表它这个插压把是严重堵塞。那插压把就是这一颗插压把大哥已经换上去了，这插压把严重堵塞大哥也没办法处理。这个插压把又很贵，平均的至少在13000以上，而且买又买不到，大哥只好换上一颗外汇的良品，然后再校正它的电压之后，校正它的油压之后，目前我们来看它的流量测试。那还有一点，因为从这个喷油盘的这个堵塞状况，可以明显发现到这部车的油箱污染肯定是相当严重的。那汽油帮补，大哥不知道状况怎么样，我相信汽油帮补也挂了。但是这部车子的内装跟外观非常漂亮，好像是89的印象中好像是1989的。那也就是说，因为这部车是停牌的车子，所以说，大哥认为W126的车子停牌的应该还相当多，而且车况还相当好，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这部车子就是这个状况。大哥看到这部车子的内装外观这样的漂亮，但是呢，因为堵塞因为停牌堵塞所造成的，所以大哥希望说把这部车好好的再把它整理一遍，让这部车能够达到大哥的用车标准，能够上山下海都不成问题，上高速公路环岛都不用担心。我们现在来看看大哥整修完成之后，它的出油状况。我们现在来进行1分钟的全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1分钟的全油门，是决定我们行进当中的出油量。在大哥机台上面应该在170墨左右。那我们眼前看到这个呢？这个横棒这个横棒是175，也就是说它应该在横棒下面一点点的位置。在整修之前，这喷油盘堵塞太严重了，所以它也造成大油道、小油道堵塞所以大哥必须要把它拆下来整修，花了很多的时间，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再健健康康的过它的下辈子。小油道阻塞是相当麻烦的因为它每一个油道都阻塞了，所以要清理就很花时间。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这出油非常漂亮。第一缸170，第二缸170，第三缸、第四缸都是170，第五缸175，第六缸175。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算是相当优秀了。终于把这颗喷油盘救回来了。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6缸喷油盘，编号26539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待会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这个阶段的测试，我们主要是要了解这个喷油盘它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是越小越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编号26539
从新北市来的 W26 300SEL 的6缸分油盘，编号26539的完修后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误差值越小越好。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这是测试成绩相当漂亮。第1缸175，第2缸180，第3缸、第4缸、第5缸都是175，第6缸18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下来它的误差应该在3%以内，成绩相当漂亮。那这个分油盘大哥装修好以后，我们回装到车上，大哥势必要在这个分油盘的进口这个地方先装一个滤芯，因为它的油箱出油状况肯定是非常糟糕。那状况怎么样要等引擎发动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停牌的车子，如果停车环境好的话，我们可以让车子的内装跟外观保持非常漂亮。但是呢，因为一停牌，有水电都没有运转，就好像楼上的水塔，如果没有人住空屋的话，那有那个水塔要马上就堵住了，水龙头也出不了水，所以油箱就是个污染源，就跟楼上的水塔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面临这个事实。还好有张大哥可以处理这个供油系统分油盘的问题，否则你这部车停牌挺久了，外观内装那么漂亮，引擎发不动，那也是白费。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